接着讲五行的生克，五行的生克就这张图，还有一个五角星，你看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一圈连续相生，然后克，水克火，火克金，金克木，木克土，土克水，这就是五行生克图。水生木，木生火，这个很简单。然后五行生克歌，水润木荣，水滋润木就繁盛起来，荣就是长大了。水滋润之下，木就会荣，荣就是繁盛。木燃火红，木燃烧火就红了。这个是水生木，这个是木生火。火进土后，是不是火进土后啊？火燃烧，燃烧完了，灰就让土变得更肥，叫火进土后，就是火生土。然后土蕴金有，土里面是不是孕育着很多矿产？这个金啊，它不单单是指黄金的那个金，它指五金，它指所有的矿物，地里面所有的矿物都属于金，只不过是不同的金，金是黄金、白金、什么锡金、什么金，很多金，它颜色不同都不一样的金。金冷水凝，金生水，金生水怎么理解？一个铁的东西在秋天的时候，它的早晨啊，它上面会有水珠，金遇冷的时候里面一定会出水。当然也可以说阳气从地上升到天上去，它遇到高空的时候，遇到冷空气，它就会变成雨。金生水是这么回事。金生水当然也可以理解，你拿一个锄头挖呀挖呀挖，就挖到什么？挖到水，也可以这么理解。金生水就是我们钻井嘛，钻下去就有水嘛。但是呢，金生水它实际上是金冷水凝。不信你们这个拿一个金属，在很寒冷的早晨去看一下，那个金属晚上放到外面去，第二天早上上面一定是布满了露珠。水扑火下，就水克火，水一扑火就下了。火烈金化，火很猛的时候金就化了。金琢木折，刀砍木头，金琢木折，木扎土革，什么意思？就木头根往下扎的时候，一定把土怎么样割开来了。根往下扎的时候，一定是把土给裂开来了，叫做金扎土革，土屯水坝。土屯水坝就是水来了，你土掩嘛，土屯屯就是止在那个地方，水就被它困住了。这就是五行生克歌。五行生克中蕴含的义理，五行生克当中蕴含了很多义理。第一，生人则自泄，克人则自耗。金生水，金一定是被水给泄了。生人则自泄，我生了你，我一定自己泄了。当过妈的女同志很有体会，你生了孩子，你会浑身怎么样？非常疲劳。生孩子的那一下子，就是你生了一个什么东西，你生了对象，他一定是把你给泄了。生人则自泄，克人则自耗。你克了人，你打人了，一定是怎么样？伤敌1000，自损800，就是克人则自耗。比如木生火，则木自泄，或者说木生火，则木被火泄，这个很好理解吧？木去生火，木最后就怎么样？最后就燃烧尽了嘛。就生人你一定会把自己给泄掉，克人你一定会把自己给耗掉。水克火则火自耗，或者说水克火则水被火耗，就是生和克它有这种泄耗，反面就是泄耗。五行之间除了生克之外还有泄耗，五行生克泄耗，生克泄耗，泄耗和生克是相重的，生一定有泄，克一定有耗。你生的人，你付出多少能量，给他多少能量，你就被泄掉多少能量；你克他，你花了多少能量，你就被耗掉多少能量。五行之间除了生克泄耗之外，还有比，所以说比生泄耗克。五行之间是比生泄耗克。什么叫比？五行一样的就是比，大家同属一个五行，所以像兄弟一样比肩合力。土碰到土，那力量肯定增强；木碰到木，力量肯定是增强；水碰到水，两股水合流，肯定是变得水更大。比就是兄弟，比这个字就是两个一样的兄弟，两个我站在你背后，你站在我跟前。这是第一个五行生克中蕴含的义理。这个五行生克中蕴含的义理还有以金为例，比金者金，生金者土。比金者金能不能懂？跟金比的是不是金？生金的是土，泄金则水，耗金者木，克金者火。于金而言，通常比生为好事，泄耗克是坏事。这个好事坏事要加个引号啊，不
不见得就一定是好事，也不见得一定是坏事。就比生通常来讲会增强它的力量，那谢浩克都是会消耗它的力量。所以比生统称邦，谢浩克统称治。所以我们经常讲五行的生克制化，也可以说生克邦治。邦就是比生，谢浩克就是治。第二呢，生克利害不是绝对的，应该是利害。生克有利有害，不是绝对的，不是说生一定是有利的，克一定是有害的。生并非只有利没有害，生不一定就是只有利没有害，克呢也并非只有害没有利。比如水生木，若水太大，则不但不生木，而且还能把木连根拔起，是不是这样？你木很小，才是一点小小的，大水一来，连根拔起，你就淹没在水当中。所以说，什么时候生是一种害？双方实力太悬殊。子卯什么情况？子卯是不是相刑？有的新同学没有学过，子卯相刑，子就是水，卯呢就是木。子卯什么时候相刑，什么时候不相刑？如果他们俩力量一样，它会相刑吗？就是因为水太大，就行这个卯，卯太大就行这个水。所以说子卯相刑，如果两个实力差不多，它不会相刑。比如说子是无根，它才会相刑；子是很弱，卯很强才会相刑。所以说子卯相刑，如果两个都是2等旺、3等旺，他们是相刑，但是它相刑的这个力量很小，它不会对彼此之间影响太大。金克木，若没有金，没有斧头锯子，再好的木头也不能成为栋梁之材。这个很现实。木头你原木从山上运下来，如果没有金，没有锯子，没有斧头，它怎么能成为栋梁之材？就是金克木，有时候木就是需要金来克。我曾经讲过，像有一些这个命主日干是甲木，而且很旺相，就日干啊是甲木的人，而且甲木旺相的人，甲木很旺，他生活当中或者他工作当中最好有一个什么根金，根金要把它怎么样给消掉。当然甲木也不能没有水啊，木没有水还怎么活？它有水有木，它还得有土啊，所以它需要戊土，然后它又需要太阳，就是这个甲木，它一旦旺相的时候，它最需要就是根金。如果没有根金，它就乱来，它就脾气很大，乱发脾气，做事情决策非常的粗糙，非常的粗放。有一些当领导的，就是甲木的领导，身边如果没有一个根金的，他往往会出错。所以说是甲木的人，谁命主是甲木的人，你们要干大事最好配一个根金的人，而且根金要旺，根金最好要旺，没有金克木是不会成才的。这就说明说很辩证，就是生也好，克也好，它都不是绝对的好事，它也不是绝对的坏事。第三，生则益其所生，克则必受反克，什么意思啊？比如说金生水，金生水，这个水呀，要依赖金生它，就是这个金对水会造成一种什么制约？就好比说我妈生了我妈又是当官的，然后我什么事情都要我妈，没了我妈我就不行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生则益其所生，就是生别人的人，他会把那个人给压抑住。生者益其所生，生你的人，提拔你、关照你的人，同时对你有一种抑制、控制，让你对他有依赖，离不开他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就生一定会益其所生，所以这个生你的人，他是你的贵人没错，但他同时这个贵人对你不见得就是绝对的都是有益的。你因为这个贵人你获得良多，但是你也会因为他你又失去很多东西。这个很辩证啊，所以说学艺我们要有一个观点，就是没有绝对的好，没有绝对的不好。有些人说任何事情都是最好的安排，这个也有一点太夸大其词，但是就是说，就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它一定有好的一面；那一个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它一定会有这个不好的一面。比如木生火，若没有木，就不可能有火。木对火就有一种抑制、控制，让火对它有依赖，离不开它。克必受其反克，你伤害人，人家一定会反过来伤害你。比如说水，它克火，火生什么？火生土，土来克水，就是你克我，老子去生一个东西来克你，就是一定会反克。
你克人家，人家一定会生一个东西来反克你。所以说，不要去欺负人，没事不要去瞎欺负人，欺负谁，那个人都会有反弹的能量，这是自然规律。你欺负我，我没有能力，那我会找一个，我会去营造一种氛围，或者说去创造一种势力来克你。当然，有的时间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五行关系表，你看水，水是生木的，但是呢，水大木拔，木进水退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水大，木就被连根拔起了；木进，水就退了。水是生木的，木如果反进，水就退了。就是木太大，水对它生不了。这个是水大，这是木大。就我木很大，你水生不了我。一个大树，参天大树，你拿一盆水给我有用吗？就木太大，它需要的水也要很大。如果太小的水，水生木就成了一种笑话，就叫什么杯水车薪，就是你生我，你的力量太小，你不够资格生我。水克火，火无水不成炊，水是克火的呀，但是呢，火没有水是不行的。你是克我的，但是我没有你还不行，就是水克火。好像火应该很讨厌水吧，但是火很喜欢水哦，很喜欢恰当的水。这边还有火旺水竭，火旺火很大的时候，你水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你一下子就烧干了呀。所以说五行之间关系它是非常复杂，非常的辩证，非常的圆融，它都不是说单向的。五行深刻智化这里面充满了中国人的智慧。我们老祖宗的智慧都在这里面，你细细的去琢磨。虽然说一个水一个火，两个人会相克，但是它这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文章，就是一种动态的这种平衡。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的细细的去琢磨一下。第4是受克愈生，其克即化。受克金克木吧？什么叫受克愈生？水在这里，我是生木的，金克木的时候遇到了水了，水是生木的。然后呢，金生水生木，金就不克这个木了，这就叫通关。比如金克木遇水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木受之克就被化解，这叫通关。就是你这下很危险，金克木你是木，这下你是世爻，你就是木，有个金来克你，这时候出现了水，水动了，水来生你，那你获救了。因为这个时候这个金啊，它是贪生忘克，他会去生水，他不会去克你。就好比说这个克，这是你仇人，金克木，今天碰到我仇人，我打他，但是这时候你的小孩掉水里了，你是去打你的仇人还是去救你的小孩？是不是肯定是先救小孩？所以说我们这边有叫什么，叫做贪生忘克。贪生忘克就是五行有这个特点，它一定是贪生的，一定是忘掉克的。就是碰到我克的人跟我生的人同时出现的时候，我一定去生我生的那个人，而不是去克我克的那个人。你看金克木，仇人；金生水是儿子，爸爸看到儿子赶紧去生儿子，就忘记了去克木，结果这儿子去生木，木一点事儿没有了。当然了，你如果说比如说这个水一点点，水非常非常小，那也不起作用啊。克人遇克，所克得救。什么叫克人遇克呢？比如说金克木，金要克木，那木也是遭遇大难，结果火来克它，也得救了。因为什么呢？木生火呀，你来克我的对头，我来帮助你，那你这个对头就克不了我了。这两种都叫通关，通关非常重要，在断卦中非常有用。一个是金克木，然后木遇到生他的人。然后呢，金克木，克的这个金遇到火，遇到克他的人，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得救。就是金木在这里遇到金是克木，就克人的这个人遇到人克他，他就克不了人。这个被人克的，他遇到生他的人，他就不会被克。我表达清楚了没有？这两种都叫通关，这两种通关在断卦中极为有用。比如说兄弟克妻财，完了，我今天占财，我的财。然后有兄弟克，有兄弟克你就没财了呀。有兄弟克就是你赚了钱了，但是你花掉了，很快就被你挥霍一空了。这个时候
出现子孙动起来，那恭喜你，太好了。兄弟生子孙，子孙生妻财，不但这个财会拿到手，不会被花掉，而且你还会有源源不断的财。断卦的时候，你们会发现，如果你们自己是被克的那一方，你看到通关，你会觉得哇，很开心。或者说兄弟克妻财，然后呢碰到官鬼了，他兄弟克妻财，他克我，结果克他的人出现了，他就克不了我了，我这财保住了。通关非常重要哈，两种情况通关。五行当中生我的、克我的、我克的、我生的，一个都不能少，能不能明白这个道理？少一个都不行。五行就像一条生态链，哪一个环节都不能断。所以高明的商人总要让上游下游的合作者都赚钱，高明的政治家总要让最底层的老百姓活得有滋味有盼头。五行就是一个链条，社会也是一个链条。皇族、皇亲国戚、读书人、士这个阶层做官，然后老百姓，你做官的这个阶层把老百姓都搞死了，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，你还做官，你还做谁的官？所以说古代的统治者啊，他一定会让每一个阶层都能够活得下去，他不会把哪一个阶层逼到绝境，逼到活不下去了。